你会不会在遇到人生难题的时候，忍不住去想那些伤心的往事，回忆不幸的童年遭遇，又或是花了很大的精力，努力理解原生家庭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如果你发觉，即便似乎已经理解了自己的过去，却对改变现状没什么帮助，那么我想向你推荐一位100多年前在心理学历史上出现的重要人物——阿尔弗雷德·阿德勒。在阿德勒看来，一个人不仅会被动接受外部环境的影响，而且能够主动地解释、选择和转化这些影响，以符合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。事实上，人们会从过往的经历中挑出那些符合目的的片段出来，把这些记忆加工成理由，为自己的现状辩解。因为人天生就有推卸责任的习惯，比如你的现状过得不太好，那么你很可能会放大过去所遭遇的不幸，甚至对自己的过去完全持负面的看法。而如果你现在的日子过得还不错，你对过去可能会持一种相对客观且正面的看法。当一个人面对现实感到无力，就会不自觉地开始给自己找理由，就好像一个拿着铁锤的人看到什么都像钉子，而一个遇到困难的人想到过往的不幸经历，就很容易把它当作导致自己现在能力不足的理由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其实自己的记忆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可靠。我们会不知不觉地根据现状的好坏改变对过去的回忆，因为大脑本身就会选择性地保存或删除许多记忆，而即使是那些保留下来的片段，也可能被我们再次加工。当我们需要证明自己是快乐时，就会主动去选择那些美好的回忆；而在我们悲观绝望时，就会全力的去搜索脑海中那些不幸的过往。所以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回忆似乎很多时候是为现实需求而服务的。我希望大家明白，阿德勒并非在说过往的幸与不幸没有发生过，他想表达的是，人们天生具有个体创造力，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将记忆再加工，把它变成自己为什么做不到、不想做的理由，变成一个让人无法反驳的借口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各种失败和打击，但强者会克服它，超越它，甚至把不好的经历变成让自己更加坚韧的理由。而弱者会选择逃避，给自己找一个借口。一旦摔倒过一次以后，这一次摔倒的经历就成了自己原地不动的最佳理由。当然，不可否认，有少数人确实经历过极端的不幸和可怕的遭遇，但阿德勒认为，什么都不应该是你停止成长的借口。如果我们一直赖着那些原因纠结于过去，人生就永远无法前进。在阿德勒看来，这种企图用各种借口来回避人生课题的做法，就是人生的谎言。坦白讲，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，
一定或多或少的给自己找过各种借口。我更愿意把它视作一个人为自己亲手编造的心理陷阱。也许是太想改变现在，太想理解过去，所以不知不觉地开启了推理的模式。就像警察寻找罪犯一样，你一定能从过往的经历中发现不幸的理由，但正是你找到的这个罪证，变成了捆绑自己的枷锁。而且你会发现，每多讲一次那些因果关系，在自己的脑海中扎根也就越深，然后越发的深信不疑。在某个时刻，你一定会感到非常疲惫和沮丧，因为当过去承担了现在全部的后果，也就意味着自己似乎失去了跳出这个循环的能力。但是当你开始意识到不停地回忆过去的不幸，有时是在惩罚自己的心灵，是困在了给自己编织的心理陷阱里，那么其实你已经看到了出口的光亮。当一个人不再纠结过去，不再总是从过去给自己找借口，那么他的身体和心灵都将重获自由。当一个人停止心灵的内耗，不再惩罚自己，才有精力专心体验自己的成长，练习对自己的理解和爱护。而当我们知道如何真正爱自己，也就知道了如何爱他人。